什么会被称为师承周兴哲？我出道的时候没有想要当新加坡的周兴哲。从前是你把我捧在胸口。卢广仲翻唱你的歌，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哇，真的是，like what？ 哪里来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Sherman 卓正生，我是一位新加坡创作歌手。今天我要接受 Hey Kaki 的快问快答，用3个词形容你自己。乐观、感性，最后一个蛮爱讲话的。为什么会被称为师承周兴哲？我出道的时候没有想要当新加坡的周兴哲，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蛮喜欢，除了抒情歌，我就是有 R&B 那一块，可能那个 style 有一点 similar， 你知道吗？然后也是95年的，所以我们是 same age。最喜欢周兴哲什么歌？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1到10给自己的颜值打几分7分啊，7分。最喜欢自己的什么？ jawline， 因为拍摄通常都会就是看高一点，我要 showcase 你懂吗？如果没有好好保养的话，这个就不见掉了。那你会怎么形容你自己的穿搭风格？ like UK style。如果你看我的 Pinterest 我的 IG feed 的话，都是 like UK fashion， 不然就是有一些 Japanese fashion。我还蛮喜欢，就是把它们掺在一起。为什么那么喜欢戴帽子？因为不用搔头发了搔头发我觉得需要花很多时间。如果要好好的打扮，我需要1个小时，想要穿什么，然后烫衣服啊，然后 style my hair， 头发就差不多15-20分钟了。那你今天的头发是搔多久？20分钟。所以我现在是的 extent， 我出国如果真的要好看一点，我就会带我自己的 curler， 因为很重要，头发很直，所以我需要好看一点。我觉得有一点 curl 才不错呀。小时候的梦想？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当歌手。All along， 小时候就很喜欢在家唱歌啊，用 remote control as the mic， 然后唱来唱去这样。那你的偶像是谁？从小的偶像就是林俊杰呀，我觉得那是不会改变的 OG 啦，所以从小就很喜欢他的歌，很喜欢模仿他。但是最近我还蛮喜欢魏如萱，还有香港的一些歌手有 like Moontang， 很简单的一句就可以唱到你整个人融化。做过最冲动的事？就是当歌手啦，最冲动的一件事。我想了很多年了 ，OK。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试过蛮多的，就是 teenager 的时候，我试过 F&B， 我试过在 office 打工，然后就是 retail 也做过，全部都感觉不是不高兴，但是不自在。所以是什么时候你决定 OK 我要当歌手？应该是2018年还是2019年，那时候就是有 S-pop 听我唱，因为这个节目我认识了更多新加坡音乐圈的一些前辈还有朋友，然后我发现其实当全职歌手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就有想到哇，如果可以自己写歌，然后自己把那首歌发出来的话，跟世界就是分享我想说的话有多好，所以就想到 OK， 我觉得当全职歌手是我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你大学读的是跟音乐有关吗？大学完全跟音乐没有关，我读的是 business marketing， 我是没有backup plan 的一个人。做音乐，很多人会告诉我你需要有一个 backup plan，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做一件事的话，你很喜欢做一件事，有时就是需要冲动一点，但是你真的需要完全投入在你喜欢做的东西。当歌手可以赚钱吗？可以是可以，我觉得是看你要 focus 在什么事情。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翻唱，我就开始唱蛮多的 like pub gigs， 然后events 这些的都是翻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爱表演的话，全职当音乐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就看你多 like how hungry are you to like get the jobs。创作歌手的话，那就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如果在国外的话，你能够到不同的地区啊还是什么。宣传你的音乐，然后认识更多的粉丝朋友们。但是因为可能新加坡比较小，我很难去多对吧？今天多 Tampines， 明天去神冈没有啦。所以我觉得原创歌手这一块挑战会比较高，需要去考虑你多喜欢这份工作。那你1个月最多可以赚多少？问我赚多少钱，这个很难透露啦。我有听过的故事就是，当全职歌手on good months 可以到5 figure，on bad months。可能几百块 ，so 真的是一个 roller coaster ride， 看你
多拼。那如果你不当歌手，你会做什么？ photographer、videographer 应该是在媒体这一方面的啦，因为我还蛮喜欢就是来拍很 aesthetic 的东西。为什么会决定翻唱英文跟韩文歌，然后还把它们翻译成中文？这是因为我很喜欢看韩剧啊，韩国的一些电影吧。然后那时候我在想，怎么用音乐跟我的华文听众沟通，所以我就想到，why not？ 我就 cover 一个很出名的韩剧的他们的 theme song， 然后把它换成中文歌词。这样的话，现在你听得懂那首歌的意思。表演的时候比较怕忘词还是破音？忘词，我觉得忘词很怕人，因为如果忘词的话，你接不了哦，完蛋了，你整首歌你就要乱唱了呀。如果破音的话，笑一笑了，然后继续，然后换你们唱。S-pop 的 semi-finals 的时候，到最高音的时候我破音，哇，破音的时候我就哇塞，我练习的时候都没有破音，为什么到了 actual day 就破音？我觉得那时候是蛮遗憾，然后蛮排泄的啦。那有发生过忘词吗？忘词有，我记得那时候我唱像晴天像雨天，然后那个副歌是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我觉得大家都不懂啊，所以我每次都是来你们唱好喜欢你，然后后面都是我唱。但是有时候你越想越多，对吗？你就会把那歌词忘掉。那晚表演那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越唱越乱，我就不懂那歌词是什么，我就随便唱。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听不懂，他们好好听好听。当歌手最骄傲的瞬间，应该是音乐会啦。我花了蛮多时间，鼓起勇气要开音乐会，花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那一晚能够 like sell out 的时候，我觉得你看 like just numbers right， 可能我看400多个人，你不会想太多。但是当晚你看到400多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被震撼到。我就想哇，这些就是真的，因为我的音乐有感动到他们，才来听我的音乐会，我也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激，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like my proudest moment。卢广仲翻唱你的歌的时候，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没有买马票中马票的心情啦。因为我创作歌曲的时候是我没有想到卖给别人的这个念头啦。现在我创作歌曲都是给自己，不然就是合作才会写歌。所以当我收到 like the message， 他的那个团队告诉我的团队说，卢广仲要把你的这首单曲收录在他的新的专辑的时候，哇，真的是 like what 哪里来的？他这张专辑都是翻唱。然后发行的第一首歌《愚人节快乐》，我跟我女朋友说，如果她唱我的歌的话，哇，我有多开心多快乐，知道吗？没有想到真的唱我的歌呀，所以那感觉就是没有买马票中马票的心情。当王力宏演唱会的合音有发生什么难忘的事吗？有，这个我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当天 I miss my flight， 因为那时候好像是蛮久没有搭飞机了，所以我不懂为什么我看那个时间10 AM，OK， 但是我看成10 PM，because it's like 24 hour clock， 我就看10点，我就很 confident，OK 啦。Like I remember the day before， 我还在想 ，OK， 我可以早上慢慢的去 pack 我的行李，然后搭飞机，然后慢慢的去马来西亚。没有想到9点的时候，我的朋友打给我，他是另一个和声的歌手。Then at the back of my mind， 我在想 ，shit， 是不是我 miss 我的 flight？ 我接电话，他说，bro。Just to let you know， 那个 gate 已經開了 ，you on the way right，you reaching already right。我想 ，bro，what you mean what gate what gate？ I say I thought the flight is like 10 PM。He say no bro 10 AM。But I think 那時候我就想，oh shit，I probably missed my flight already。所以我 check 真的是10 AM。我記得我花了差不多30分鐘的時間 ，like pack and like rush to the airport。但是我去到那個 counter 的時候，他們跟我說，sorry，we already closed the flight。But from then on，double check your flight。第一首爆红的歌是什么？应该是《Hard to Let You Go》。从前是你把我捧在胸口，牵你的手就能够去抵抗整个宇宙。这首歌花了多久创作？2个小时，还蛮快的。我觉得这首歌当天就感觉特别有灵感。我觉得大家都会以为是男女关系的那种情歌，但其实是写给我外婆的，因为她已经去世了，然后非常想她，所以我就把想念她的那个心情写在《Hard to Let You》这首歌里面。然后
我也是被 Coldplay 的一首歌感动到，就是 Everglow by Coldplay， 所以那歌词有 You're My Everglow。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首歌？2首抒情歌，我最喜欢《最对的错》。我有多幸福，你陪着我蹉跎。R&B 的话，我还蛮喜欢《不习惯》，那个是我发行的第2首歌。不习惯你不在我的身旁。你有几首歌是为女朋友写的？至少有3、4首歌了。那你都会跟她说吗？他会问我，这写给谁？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可能我会比较害羞啦，不会说，这首歌为你写的。他会问我，这情歌是为谁写的？然后就说，为你写的。最不能接受的感情 red flag， 不能沟通。我觉得一开始我是一个有话没说的人 ，quote my song， 有话没说，去听一下。我通常都是以前都是有话就憋在心里不要讲，等到真的忍无可忍的时候，我才终于把所有的东西心里想说的话讲出来。So that in itself 是一个 reflect，OK？因为我学会。在感情上需要沟通。粉丝做过让你最感动的事？写卡片给我，对啊，因为有收到他们写的这些 cards，right？ 我觉得真的很用心哎。你想，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为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因为这个人的音乐还是什么有感动到你，然后你花那个时间去来 write down your emotions and your thoughts。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一种力量。听过最难听的评论？有一个以前蛮尊重的人告诉我，我听了这首歌，听了5到10秒，我听不下去，我吓到哦，没有想到会听到这一番话。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番话，来激发了我啦。做音乐这件事情，我很用心，我对我的音乐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当有人这样挑战我，我就更想去证明给那个人说做得到。So like 那首歌已经破100万了。新加坡比赛 versus 出国比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觉得出国比赛压力好大。OK， 我个人是一个不太喜欢比赛的人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声线不是那种比赛的 standard， 比赛就感觉很喜欢那种唱爆发力很多的，然后唱很高的那种。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比较走心的声线。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有参加过，很像是中国新歌声，然后那时有到上海 ，I think 是 right before 那个海选的 The One We See 的 judge， 然后他们就砰转选我选你的那个。那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录音室，每天唱差不多5、6首歌。进录音室之前，就是我们有一个like holding room， 哇，我听到的歌手都是非常厉害的。我第一次听他们唱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我会坐在这里？最喜欢的一个 life quote？ Love your job, job your love 。I feel like you only live once is the thing。你真的只活一次啊，所以你想做的事，你不做的话，没有第2次机会了。想追求的事，应该现在追求。如果现在 OK， 你在听这番话，对吗？你是最年轻的自己了，所以你需要去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去做让你快乐的事情。为什么新的 EP 叫交叉路口？我想写一张代表人生故事的 EP， 在你人生当中会经历不同的交叉路口，没有错和对的选择。So like all roads lead to somewhere else. It only makes sense when you look back. 2026年最想完成的事情是什么？发专辑，然后希望能够办一场音乐会，有机会的话在国外办音乐会。I think the main thing for 今年来对我来说是 show up, yeah, like just be there to do the thing that you need to do. 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可以唱 JJ Lin 的《修炼爱情》吗？可以。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